男人毫不怜惜抓着女人的脚踝，像拖死猪一样将人往车外拽去。后背剧烈的疼痛让女人短暂清醒，她下意识地伸手去护自己的肚子，而男人手里不断地按着电钻，将满身是血的女人朝密林深处拖去。这不是男人第一次杀人了，他每次都会在雨天物色猎物。这次等在医院旁的小巷，就发现女人一脸幸福地从医院走出来，男人迫不及待就跟了上去，趁女人不注意，一锤头将人砸晕在地，将人带上车朝郊外开去。路上，女人的手机铃声响起，凶手小坏拿起手机看了一眼，冷笑一声，随即将手机扔出窗外。小坏就移开了一下视线，便不小心追尾了前面的车子。对方司机下车就要找小坏理论，想到自己车上新鲜的猎物，小坏不想多做纠缠，赶忙扭转方向盘，猛踩油门逃走了。不就是个交通事故吗？也不至于肇事逃逸吧？司机来不及多想，就赶忙报了警。警方从现场痕迹可以看出，逃逸的车辆应该损坏严重，对方为什么会这么着急离开呢？很快，警员小帅就在路边发现一部女士手机，想到最近频繁发生的命案，警察的直觉告诉他，肇事司机一定跟案件有关，不然为什么要心虚的逃离？小帅沿着公路寻找线索，而此时凶手正享受着杀人带来的快感，手上温热的血液让小坏陷入这种极致的体验无法自拔，任由雨水冲刷着身上陌生的血液。另一边，小帅直到天黑才顺着线索找到山脚下。进山的小路泥泞不堪，但路上却留有2条深深的车轮印记。很快，在一个红灯前，他们发现了一辆满是泥巴的面包车。在绿灯亮起前，小帅拦在了车前。小坏一言不发，双手紧握方向盘，脑子里急速思考着逃跑的路线。没想到警员一把将车子横在面前，小帅也拉开了车门。小坏一脸淡定，丝毫没有刚杀完人被发现的慌乱感。很快，小帅不仅在后备箱看到了电钻巨人，还在车内发现了一撮带血的头发。当他惊讶地看向被控制的小坏，他毫不在意地迎上小帅的目光，然后露出一抹嘲讽的微笑。警方经过专业的检查，发现车内确实有大片的血迹荧光反应，甚至从中提取到了8种不同的 DNA。如今证据确凿，基本可以确定小坏就是他们苦苦寻找的连环案真凶。就在小帅还沉浸在立功的喜悦中时，87101823807128。听到同事登记的被害者信息，他一脸惊恐，因为那正是他妹妹的名字。他愤怒冲进审讯室，抓起小坏质问：“小坏看到手机后只是轻蔑一笑，这下小帅彻底绷不住了，一脚踹在小坏脸上，他瞬间嘴角冒血，可尝到血腥味竟让他一脸沉醉。一旁同事死死拉住他，生怕他做出什么错事。被拉出来的小帅似乎想到了什么，冒着大雨来到了妹妹家里。本来还抱着一丝侥幸心理，但看到妹妹仍旧没有在家，他能做的只有收集妹妹的东西。小帅深知妹夫2人十分恩爱，一时竟不知道如何告诉她，只能安慰妹夫说还没确定，让她安心等待。可小帅慌张的样子让他似乎明白了一切。果不其然，妹妹的 DNA 和车内的血迹匹配上，这就说明妹妹很可能已经凶多吉少了。警局里，小坏死猪不怕开水烫，拒不交代任何情况。无奈警方只能迅速组织大量人手，对整座山进行地毯式搜寻。警犬在小坏家院子里发现了异常，当警方顺着挖下去，很快找到了3具尸体，可这其中并没有妹妹的。任凭警方掘地3尺，也只在山上挖到了一袋生活垃圾，这让小帅彻底失控，强行冲进审讯室，将同事铐在扶手上，然后朝小坏逼近。就当众人都以为他要干傻事时，小帅竟直直地跪了下去。情急之下，小帅直接掏枪对准了他，可对方依旧丝毫不惧，脸上露出了恶魔般的笑容。就在小帅失去理智之前，同事冲进来将小帅拉了出去。次日，警方带着小坏还原案发经过。小坏一共杀害了8名女性，如今只找到了3具尸体，其他的埋尸地他拒不交代。受害人家属对他恨之入骨，却拿他毫无办法。就在众人离开之时，妹夫突然冲破阻拦冲了过来，他手拿菜刀就要为怀孕的妻子报仇，哪知刚到跟前就被一旁的警员绊倒在地。看着小坏轻蔑的眼神，妹夫既无力又绝望。由于棒子国早已废除死刑制度，经过法院的审理，
最终判处小坏终身监禁。